那最后我在4月份的开销总金额是，请大家忽略一下我下巴的这2颗痘，真的是没招了。我在小县城生活了有1个月，这期间呢，我不用交房租，也不用付水电费。这1个月除了吃饭、买菜和基本的开销以外，我衣服不买，化妆品更不会买，洗护产品我会用自己带的。想说明一下，这期的视频呢，我不会刻意省钱，更不是来挑战1分钱都不花。我现在呢也有固定的花费，例如每个月的邮箱会员和剪映的会员，还有我中国手机号每月39块的话费。除此之外，我就是想看看，如果只保留最基本的生活开销，一个正常人过日子到底需要花多少钱？我们每天需要的无非就是吃喝拉撒，最基本的交通，还有生活日用品，离开了它们确实不太行。在这期视频里呢，我想让你清楚的一个重点是，当一个人手上的存款变得很宽裕，他反而会更容易花钱。比如有些人就会住家里，不用付房租，或者是家里有额外的代步车，幸运点的都是车子、房子父母给买好了，那他每个月要花的钱真的没有太多，剩下的钱都会被各种各样的消费给填满，很快会不知不觉的全花掉。心里想的是，反正自己没有太大压力，不用付任何的大头，工资拿到手后就随意挥霍，最后它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花钱方式。在我开始给你展示这1个月里我花了多少钱，先简单说清楚一件事，不然等一下评论区又要开始说我了。首先，我和这位朋友认识了已经有10多年，我们一直都是有来有往的关系，并不存在谁付出的多，谁付出的少，这是一段让我感到舒服的关系。我每次从美国回来都会给他带一些礼物，去到哪里旅游都会留他一份伴手礼。同样的，他也会在逛街时看到合适我的发饰、手机链、口红、玩偶和衣服，也会预留一份给我。包括他会开车带我到处玩，所以这次能借住他家是提前2个月就说好了，我没有当成是白吃白住。在接下来的视频里呢，你会看到更多的细节，所以我很感激在中国有这么一位朋友能让我短暂的依靠。那我的话已经说清楚了，如果我看到任何不太友好的评论，看到1条就会删1条，请我们互相尊重。先来汇总一下这个月我收到的一些东西。我不主动消费，并不代表我生活里完全没有新的东西进来。首先是这条白裤子，之前呢它是跟深色衣服一起洗，结果上面染了一块颜色。那由于它一直存放在国内这边，我是这次回来才看到有很明显的染色痕迹。以往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它会变成我重新买1条裤子的理由，但我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寄回去让淘宝商家重新处理了一下颜色。这不就省下了买新裤子的钱吗？这个月我朋友也送了一些东西，比如2支唇釉、1罐发膜，还有一个泡泡玛特的盲盒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分享我这个月3大类的花销。第一类是超市采购的花销，这个月花了912块3毛6，一共去了4趟超市。我会把具体的数字全部放在屏幕上。每次去超市我都是买够1周的分量。我现在住的地方在农村，离最近的县城开车要30分钟，来回折腾也要1个多小时。加上朋友只有周末有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固定了每周日去超市采购。在每次去之前，我会提前1天把接下来6天的食谱规划一下。每次呢买2到3种蔬菜和水果，还有粗粮，例如贝贝南瓜、番薯和玉米。最后囤上一些瘦肉和牛肉。有的时候呢会买1只鸡来煲汤，可以喝2天。我现在真的是爱上了煲汤，这就是广东人的灵魂呐。当然每次去超市采购，我都会主动让朋友去挑一些他自己想吃的东西，毕竟住在别人家里，他周末还要开车带我去超市，不想让别人觉得他在单方面照顾我。人和人之间呢相处就应该有来有往，别人愿意给你提供方便，你也不能真的把这种方便当成理所当然。第二类是出去外食的花销，这个月里面只有每周日是出去吃的，每次呢都是吃完饭之后才去超市采购，也当做消食的活动。这个月呢我在外食的花销是395块，我还在本子上记录了这个月内在家做饭和外食的次数，看着打卡的页面也挺有成就感的。说起来我人都在中国，为什么我坚持自己做饭呢？一来呢是以往在国内旅游100%的几率都是吃外卖
或者是去餐厅吃，连续几个月都是这么吃，我的身体真的受不了。点开美团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要吃什么，感觉吃外卖吃到我要吐了。所以我是逮着机会就自己做饭，外食的机会每次都有，但是自己做一顿健康的饭是很难得的。在往后的几个月，我是天天都要吃外卖。二来呢，是对比外面重油重盐，我自己做的饭少油少盐，更符合我现在的饮食习惯和控糖。平时吃惯了清淡的，所以呢也不太适应外面重口味的食物。除了外食以外呢，因为这边的位置偏远，也点不了外卖，所以都是朋友周末来给我带瑞幸。这个月我还解锁了人生的第一杯蜜雪冰城。自从开始控糖之后呢，我早就对奶茶、果茶这类的饮料完全无感，但通常和朋友在一起，我不喜欢扫兴，索性就点了一杯3分糖的蜜桃四季春，算是小小破了个戒。我们有次周末去了附近一个很美的海边沙滩，上面有很多座位和遮阳伞，但它们并不是免费的。虽然我们在路上已经买了咖啡，可在那边不消费就是不给你做。我们就买了一份鸡蛋仔和一杯柠檬茶，消费了30块。我明白这毕竟是个景点，商家也需要这些收入。这30块呢，我认为花的也算是值得。换作是在其他景区，我是不会随便买溢价的东西。那么这30块钱我获得了什么呢？获得了美丽的海边风景，凉爽的海风，得到了和朋友静下心来谈话的机会，还有了几张美美的自拍。在选择外食的餐厅上，我朋友也是特别考虑我的口味，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广东人，所以呢吃的上面还挺一致的。他还是会给我去推荐一些清淡的食物。最后一类就是淘宝，这个月我一共花了1897块1毛2。在这里呢，我也会把每笔消费的截图贴在屏幕上。我不会做任何产品与店铺的推荐，我只是懒得去一个个马赛克店铺名了，纯属呢是分享每笔的金额。这些订单里有一部分呢是我在这个月内用空再补的必需品囤货，都是一些护肤品和日用品，有飞利浦的电动牙刷头、痘痘贴，还有卫生巾。吃的部分呢，就是买了咖啡和茶包，有无糖豆奶、糙米饭、核桃仁和黑巧，还有香菇脆，以及我开始尝试一下阿胶口服液，还有4盒黑莓。说到黑莓呢，我发现国内超市真的很少有黑莓卖，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说他们没有吃过，所以呢，这次我把2盒黑莓拿给他吃一下。另外我还专门给他家里添置了几样没有的东西，比如厕所用的置物架。之前呢他们一直都是用凳子来放的，东西被放的歪歪倒倒，很是拥挤。我买了一个置物架，可以将他们的洗护用品和刷牙杯子全部放上去。还有2面镜子，一个呢是放在他现在的房间里，一个呢是给他拿到上班附近的房子里。最后还有一个电炖锅，虽然这段时间呢是我经常煲汤，但他最后是留在朋友家给他们用的，所以整个看下来，淘宝的订单都是吃和用的必需品。我没有乱花钱去买用不上或者是控制不住的冲动消费，这里的每一笔消费呢，都是有它明确的去处。那最后我在4月份的开销总金额是3204.4毛8，约等于$469。你们觉得这个数字是偏低呢，还是正常，还是偏高？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吧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。我是打算每个月拍一期消费复盘的视频，但由于我的状态很不稳定，到处跑，所以每个月的花销比例都是非常不一样的。就拿4月份来说，我没有点过外卖，都是在家吃或者是去外面。但接下来的5月份呢，我会和朋友去香港玩几天，然后我即将前往大理住半个月，所以5月份呢将会是我在外面吃、点外卖、交通、酒店、住宿费用非常高的一个月份。而且我拍这种消费复盘的视频，中间我还可以插入我平时生活的一些素材，也能让你们更加了解我。如果你们对这个题材有任何的建议或者是看法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如果喜欢今天这期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，是对我频道最大的支持，也是对小陈本人最大的鼓励。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